大家好，这里是李玉阳。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野火帮的泽力啊。首先呢，我认为监察野火帮的泽力呢是比哨兵的泽力要更好，更容易成型，上下线呢都要更高的阵容。因为哨兵泽力呢是要冒着很高的风险去玩的，就玩到4阶段之后呢，会有一种走钢丝的感觉，发力过猛呢或者过太弱了呢，就会掉下钢丝，叫光速老八，把水端好呢才能吃到分。但是啊，野火帮的泽力就不需要冒这么大风险。这个泽力一开局你最好是能做出转职，比如野火转、城邦发铲子啊，或者庄子会飞之类的。当然呢，如果能拿到空战，也可以用之前硬玩海克斯的思路呢，连胜或者连败，去3-1控一个野火转，或者呢，你可以拿一个闪弱精灵的印钞机啊，给泽力印钞。当然如果能拿到大嘴更好，对吧？因为这个阵容呢，因为本身就是之前监察大嘴的板子，所以你拿神器类的海克斯都是能消化的。而像野火转或者空战啊这样的海克斯本身呢就已经给了关键牌了，所以这个野火帮的泽力甚至前期你有可能打出连胜来。第二个更容易的点是，野火帮的泽力它的装备要求不像哨兵泽力这样很死板的就要双羊刀，因为双羊刀和一把科技枪、3个大棒、2个攻速压力，就会逼着哨兵泽力呢基本上就得卖血去拿装备。而野火帮的泽力装备选择能非常多，高野火帮的双羊刀呢是很差的，因为高野火帮本身就带爆发加攻速，双羊刀反而有点溢出，对吧？而且呢，羊刀和野火帮的位移本身就有点相似，一个要一直平 A， 一个非要冲刺不让你 A， 所以呢，一把羊刀就够了。科技枪呢，杀人剑呀、无尽呀、轻语呀都是能用的，但是有点要注意，就是泽力的巨杀和破防，还有狙击手的专注啊，都是非常差的装备。因为狙神这个羁绊本身就已经伤害成区了，把这些装备的伤害提升加上去呢，很微弱。所以呢，杀人剑这样的装备呢是非常好的，甚至极端情况下，高野火泽力都不需要羊刀，它也能玩。这个就和哨兵的泽力有天然之别，对吧？你没有装备压力，还可以连胜去玩，而且野火的强度呢又是在线的。第三呢是哨兵的泽力，我的理解里面呢，前排一定是要整体质量的。但是这个阵容其实前排你只要一个2星盖伦就能撑得住，3星刀疤锦上添花，这个阵容往往是盖伦先2的。如果你有一台印钞机的情况下呢，达成这些条件就很容易。只是低卡的节奏上呢会有一点难度，就是你要想办法，对吧？低出3星泽业同时还有低2星盖伦，对吧？2个东西，一个6级地，一个8级地，怎么办呢？你要想想办法。但是呢，这是一个装备压力又比较小，卖血压力也小的阵容，你可以一直打连胜，总是有办法达到这个成就的。它不像哨兵泽力4阶段要摆烂，这个阵容是很有机会4阶段能打得有来有回的。第4个呢是野火帮的泽力站位呢一定不是站最后一排我虽然不知道站哪里是最好的，但是呢一定不是站最后一排，我会站第2排。为什么呢？因为野火帮有一个冲刺可以回复承受 40% 伤害的功能嘛，这个就像你玩极客你会把飞机摆第1排一样的，对吧？这个泽力也是要摆前排的，甚至你死不掉的话就摆第1排也可以我觉得。但是呢我不知道站哪里是最好的，希望呢有才华的你可以多试一试，反正我都是站第2排，蹭一点伤害是有必要的。海克斯选择上呢，狂暴到底是很好的，这个比哨兵更好，因为哨兵有抗性嘛。这个监察的前排吃羊刀更厉害，然后呢大嘴吃羊刀也很棒，神器类的海克斯都是好的。野火转和空战这个阵容好，有时候呢就是盖伦主坦，毕竟就2个格子嘛，对吧？所以呢银色的酷热打击也是好的，因为你不好挂重上有可能。异变上呢和哨兵差不多，阵容构筑上呢，其实这个阵容的难度就是构筑的节奏上嘛。如果你是连胜的，那么我觉得这个阵容你可以保持连胜节奏，很早就拉人口开出羁绊，因为这个不像哨兵的前排一定要追3的，这些监察牌都不一定追3的，只要一排的有泽力，对吧？你就多抽一点泽力呢，在浪里面呢你就努力抽成3星就可以，保连胜你就早点上7级羁绊就已经很漂亮了。只要有艾克4个野火在场上，强度就是很高的，你可以在7级一直抽满质量，上9级挂更多狙神或者更好的外援。这个阵容肯定是4狙更好，因为那2个监察太抽象了。这个阵容我觉得是相当好吃分的一个阵容，没有装备和经济压力，也没有太大的抽卡压力，一个赌阵却有连胜的实力，对吧？成型也很容易，4个野火帮就强度在线，后
后面要做的就只是抽出质量，所以这个野火的泽力呢，也可能他可能怕的就只有哨兵的同行，但其实有同行也没太大关系的。你可以玩着玩着先 C 大嘴也问题不大，就当以前的监察大嘴板子去玩吧。其实这种2星大嘴2星泽力4阶段也能打，所以呢这个阵容真的很不错啊，就是比较吃海克斯，所以第一个海克斯最好就能刷到这个阵容上，那我肯定是要玩的，那我就是一定玩的，对吧？感谢你的支持关注我的人呢，我祝你原地发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